我爸死了，银行却让我爸本人来签字。你没听错，就在我爸葬礼结束的第2天，我揣着他那张存有200万的银行卡来到了银行，卡里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给我攒下的家底。我将死亡证明、户口本、我的身份证以及所有能证明我爸是我爸，我是他唯一儿子的文件，整整齐齐地推到了柜台窗口。可柜台后面的女职员却连眼皮都没抬，只是轻飘飘地说了4个字：资料不全。哪里不全了？公证处的遗嘱公证、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关系证明，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我们银行有规定，大额取款，特别是这种遗产性质的业务，需要存款人本人到场确认。我以为我自己听错了，一股荒谬绝伦的怒火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本人到场？你没看到证明吗？我父亲已经没在了，一个走了的人怎么到场？你嚷嚷什么啊？规定就是规定，必须本人来才行。你要是觉得规定不合理，就去找我们领导，别在这跟我瞎嚷嚷。我死死地盯着他，看到了他胸牌上的名字方敏。旁边一位正在排队的大爷看不下去，忍不住开口：小姑娘，人家这情况特殊，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人都没了还怎么来啊？规定就是规定，出了问题你负责啊！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盯着他那张冷漠的脸，胸口剧烈起伏。我俯下身凑到窗口，将所有文件一张一张收好，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平静地说：好，规定是吧？要本人来是吧？我会带我父亲本人亲自过来。说完，我转身就走。方敏那张轻蔑的脸和挑衅的话，像是魔咒般在我脑海里盘旋。那不是规定，是刁难和羞辱，也是对一个失去至亲之人的2次伤害。离开银行，我驱车前往了城郊的天理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王叔是我父亲几10年的老战友，也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小雨，你怎么来了？脸色这么差，是出什么事了吗？王叔的语气十分关切，我也没有客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王叔。胡闹！这已经不是业务不熟练了，这是纯粹的坏，是拿鸡毛当令箭，故意刁难。看到一向沉稳的王叔也如此愤怒，我心中的郁结稍稍舒缓了一些。王叔，既然他们要我爸本人到场，那我就把我爸带过去。小雨，你是说……王叔震惊地看着我，没错，我要去殡仪馆，把我父亲的棺椁连同他的遗体一起运到银行大厅里，当着所有人的面问那个方敏，这算不算是本人到场？你先冷静，叔知道你心里有火，但这么做影响太大了，稍有不慎，你就会从有理变成无理，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所以我才来找您，王叔，我需要您的帮助，我要让我的每一步都走在合法的边界之内。他们不是讲规定吗？我就跟他们讲到底。接下来，我把我的计划从头到尾和盘托出，咨询民政和殡葬管理部门，办理遗体临时迁移的合法手续。理由就是银行要求，我们需要配合，全程录音录像，留下证据。第二，联系有资质的殡葬服务公司，用专业的车辆和人员运送，确保整个过程庄严肃穆，不对我父亲的遗体造成任何不敬。提前联系媒体，但不主动曝光，如遇阻拦，确保有第三方记录下一切。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在胡闹，而是在遵守他们那可笑的规定。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家银行的规定是如何把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儿子逼到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捍卫逝者尊严的。好一个按规定办事！他们既然敢把路堵死，我们就敢把天给他们通个窟窿。小雨，你放心去做，法律这边叔给你兜底。我马上联系民政的朋友咨询手续流程，殡葬公司保证安排最专业的团队。媒体那边跑社会新闻的老记者会把你的遭遇做成爆点新闻。有了王叔的支持，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他们要规定，我们就给他们规定；他们要本人，我们就给他们本人。我倒要看看，当棺材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叫方敏的，还有他背后的领导会是什么表情。小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安排妥当，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第2天一早，王叔就打了电话，然后我抵达了殡仪馆，看着躺在水晶棺中的父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父亲，对不起，儿子要打扰您安息了，您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儿子今天就会为您讨回一个公道。下午2点，金融街车水马龙，一辆装饰着白色花圈的加长林肯灵车缓缓驶到银行门口，身后跟着4辆打着双闪的黑色轿车。这诡异的组合立刻吸引了所有路人停下脚步，好奇张望。我率先下车，8名身穿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的壮汉紧随其后，打开了灵车的后备箱门。当晶莹剔透的水晶棺出现在阳光下时，周围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无数手机镜头对准了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这里是银行，不能乱来！
这是民政部门开具的许可证明，我们是合法迁移。你们不是要求提取遗产需要本人到场吗？现在我把我父亲本人带来了。我的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什么？银行让死人亲自来取钱？我没听错吧？这是什么硬件操作？太离谱了！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呀！快拍下来发到网上去，让大家都看看这家银行的嘴脸！议论声和咒骂声汇成了一股洪流。我不再理会保安，对着8名壮汉下达了指令：起挂！随着银行的玻璃门缓缓转动，水晶棺被8名黑衣壮汉放到了大厅中央。银行大厅里的人看到一口棺材被抬进来时，所有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尖叫声、惊呼声此起彼伏。正在和贵妇聊天的方敏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大叫了起来。正在巡视大厅的大厅经理吴家伟脸上的假笑也凝固了。反了，真是反了！保安死哪儿去了？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我走到柜台前，将我父亲那张被放大装裱的黑白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了柜台之上，正对着方敏那张毫无血色的脸。方小姐，我父亲本人已经到场了，现在可以办理业务了吗？方敏的嘴唇哆嗦着，牙齿上下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眼中的恐惧几乎要溢出来。疯子，你是个疯子！我疯了！是你们把我逼疯的！是你亲口说的，规定就是规定，必须本人到场。现在人来了，你倒是给我办啊！我的怒吼声回荡在大厅里。吴家伟终于反应过来，他一边擦着冷汗，一边冲过来，对着我声色俱厉地吼道：“你这是在扰乱公共秩序！我要报警了！”报警？行啊，你就报，正好让你当面跟警察解释解释，你们银行的规定有多周到也好，让全江城的人都看看。你们是怎么把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儿子逼到只能把这口木盒抬到银行来的？我的话引来了围观群众的一片附和。就是银行欺人太甚了！报帽子叔叔，让帽子叔叔来评评理。吴家伟没想到我竟然一点都不怕，反而把事情往更大了闹。他拿出手机，手忙脚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但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喂，110吗？这里是要进银行金融街总行，有人抬着木盒来闹事了，你们快来啊！挂了电话，他仿佛有了底气，指着我吼道：“你等着，警察马上就到，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警笛声由远及近，尖锐地划破了金融街上空的喧嚣。2辆警车闪烁着红蓝的警灯，停在了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的银行门口。吴家伟像是看到了救星，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把抓住为首的一名中年警察的胳膊。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快把那个疯子抓起来！他把家属遗像都抬进来了。中年警察皱了皱眉，拨开吴家伟的手，带着一名年轻警员挤进了人群。当他看到大厅中央那口巨大的棺椁和旁边静坐的我时，经验丰富的脸上也闪过了一丝错愕。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扫视了一圈现场。愤怒的群众、闪烁的手机镜头，还有柜台上那张黑白的遗像，他心里立刻有了数。这事不是那么简单。我是城西派出所的所长，我信任。这位小同志能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站起身，对着他微微点头，然后指了指瘫坐在柜台后面的方敏和一脸急切的吴家伟。李所长，吴家伟立刻抢着说：“李所长，这小子来取一笔200万的遗产，我们跟他说，按规定要本人到场或者出具公证书，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谁知道他竟然……”李所长打断了他，指着我摆在柜台上的死亡证明。规定，人的死亡证明都在这里。你们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就没有一点变通的办法吗？方敏在一旁小声的辩解，声音里还带着哭腔。我们也是为了资金安全着想啊！人群中一个大妈听不下去了，高声喊道：“资金安全！我看你们就是故意刁难！人家刚死了爹，你们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有没有良心啊？就是把人逼成这样，你们还有理了？”群众的声讨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吴家伟和方敏还丝毫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吴家伟悄悄地对着方敏耳边一脸坏笑地说着什么。李所长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他看着我叹了口气，我将民政部门的许可证明和父亲的死亡证明递了过去。李所长接过文件，仔细地看了看，接着又抬头看了看我，眼神慢慢变得复杂了起来。最后化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吴经理，这位先生的手续是合法的，并没有触犯任何治安管理条例。从法律上讲，我们无权干涉。合法？同志，他都把家属遗像抬进来了，这还合法？他是在遵守你们银行的规定，这是你们的内部纠纷，我们警方不便介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里维持秩序，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说完，他就和另一位同事开始疏散围观群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只是在维持秩序，丝毫没有要赶我走的意思。吴家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就这样断了。
而就在这时，一个记者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将话筒直接递到我的面前。这位先生您好，我们是都市频道的记者，我们刚刚在网络上看到关于您的帖子，请问您能对着镜头把事情的经过再讲一遍吗？吴家伟和方敏看到摄像机，脸都绿了，事情彻底闹大了。吴家伟下意识的想去捂住镜头，却被记者灵巧的躲开。别拍，不准拍！然而他的阻止只显得苍白无力。不仅是电视台的记者，周围上百部手机都在进行着现场直播。我对着镜头，声音平静而沙哑。我叫孙泽宇，我身后的家属遗像里躺着的是我的父亲孙长海。3天前他走了，我来取钱为他办理后事，可他们告诉我，必须我父亲本人到场。规定就是规定。我的质问通过摄像头传遍了整个城市。女记者也被我的情绪感染，眼眶泛红，她立刻将话筒转向了瑟瑟发抖的吴家伟和方敏。请问两位，这位先生说的是事实吗？贵行的规定真的如此不近人性吗？吴家伟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方敏则直接不敢面对镜头，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他们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接通了电话，按下免提。喂，请问是孙泽宇，孙先生吗？我是耀金银行的行长，我叫周明。吴家伟听到这个名字，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在地上。孙先生，我们下面员工的业务不熟练，理解错了规章制度，我代表银行向您和您去世的父亲表示最沉痛的道歉，不要让媒体再报道了。我们马上派人给您办理取款业务，并且我们愿意额外拿出20万作为对您精神损失的补偿，只求您能闭嘴。周行长是吧？现在才想起来道歉，晚了。我告诉你，我不是为了钱，我只要一个公道。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吴家伟和方敏已经面如死灰瘫在地上，我重新坐下，静静地看着墙上的时钟，秒针的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为某些人的职业生涯敲响倒计时的丧钟。20分钟后，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银行门口，正是行长周明。他一路小跑着冲进了银行大厅。孙先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是我管理不善，让您受委屈了。周行长，我的要求你应该听清楚了吧？清楚，清楚，我马上办。他直起身，转身面向已经吓傻了的吴家伟和方敏，脸上的谦卑瞬间变成了雷霆之怒。吴家伟、方敏，你们两个身为银行的员工，不仅没有为客户解决问题，反而态度恶劣，刁难客户，严重损害了我们耀金银行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被正式开除了。总行会将你们的行为记入档案，整个金融行业将对你们永久封杀。方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跪在地上，爬向周明，抱住他的腿。行长，不要啊，行长，不要啊，行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吴家伟也彻底崩溃了，他跪倒在地，对着我拼命的磕头。孙先生，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是人，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啊！我看着他们痛哭流涕的样子，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一片冰冷的快意。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哭嚎，只是冷冷地看着周明。周明立刻会意，他对着身后的保安一挥手，把他们两个给我拉到一边去。2个保安立刻上前，将死狗一样的吴家伟和方敏拖开。周明整理了一下衣冠，走到我父亲的棺椁和遗像前，在全江城人民的注视下，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分行行长深深地弯下了他高贵的腰。孙老先生，对不起，是我们银行对不起您，是我们没有管理好员工，让您的家人在您身后还遭受了如此大的委屈和羞辱。我代表耀金银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这一刻，所有的闪光灯疯狂地闪烁起来，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周围的群众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这是弱者的胜利，这是一个普通人对一个庞大冷漠的体系发起的挑战，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是，孙先生教训的是，我们一定吸取教训，深刻反省。我走到父亲的遗像前，爸，儿子给您讨回公道了，我们回家。周明连忙跟了上来，脸上堆满了谦卑的笑容。孙先生，您的业务我马上安排最好的柜员给您开通绿色通道，立刻办理。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扔给了他。我不再理他，转身跟上了灵车的队伍。人群自动为我们让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我能听到有人在低声议论：这小伙子真是条汉子，太解气了，就该这么治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以后谁还敢说老实人好欺负？我抱着父亲的遗像，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让我感受到极致屈辱，也让我赢得极致尊严的地方。当我踏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刻，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们重新上了车，车队缓缓启动，在无数的镜头和目光的注视下驶离了金融街。在车里紧绷的神经
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松弛了下来。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不是悲伤，不是委屈，是释放。3天后，西山陵园，我为父亲办一场最风光的葬礼，让他走得体面。我亲手将父亲的骨灰盒安放在了那块我为他选定的墓地里。墓碑上，我只刻了一行字：慈父孙长海之墓。我一个人坐在墓碑前，我把那张耀金银行开具的由周明亲笔签名的道歉信在墓碑前点燃，火焰升腾，将那些虚伪的文字化为灰烬。爸，我不需要他们虚伪的道歉，我只要您能在这里安息。欺负过我们的人已经付出了代价。一阵山风吹过，将纸灰吹散，仿佛是父亲在回应我。我站起身，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件事在江城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深远。棺材银行事件成了那一年江城最大的新闻，我孙泽宇也成了江城家喻户晓的硬骨头。耀金银行的声誉一落千丈。据说周明因为处理不当，很快就被调离了岗位，而吴家伟和方敏的下场则更为凄惨，被行业永久封杀，意味着他们再也无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找到工作。对于他们的结局，我没有丝毫的同情。路是他们自己选的，当他们选择用冷漠和傲慢去践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快感中，我用父亲留下的钱，在大学城附近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书店不大，但很安静。我每天整理书籍，泡一壶清茶，看着窗外的学子们来来往往，生活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